好，我们持续来关注中东的战局。对于以色列来讲是没有要轻易罢休，大家都知道。所以现在的轰炸跟攻击呢，真主党继续有所还击，已经是不容易了。那么真主党火箭弹齐发，昨天我们看到各种画面在。以叙利亚北部黎巴嫩这些地区继续攻击，而且战火烧向叙利亚是什么呢？袭击了贝鲁特南郊真主党制造武器的仓库，继续被以色列轰炸。这些地点位在居民居住的民用建筑下面，所以首当其冲，当然先击中公寓里面的民众嘛，还击中了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公寓楼，所以烈焰冲天，整个晚上居民没有好日子过。以色列他说呢，已经彻底摧毁了真主党在北部的指挥系统，所以北部作战即将结束。那既然这样的话，是不是高层指挥包括了几个领导班子都一一被歼灭之后，什么时候可以停？有机会停火吗？但以色列所谓的停火方案，却连美国都说不可接受。为什么呢？要求黎巴嫩南部主动实施解除真主党武装的行动，自己解职，然后把真主党给这个除了杀掉的人之外，现在对于武装行动也要加以控制。官方要求，并且包括对黎巴嫩领空不受限制，以色列可以加以使用跟控制。这显然就是要把黎巴嫩的主权拿下来嘛。结果美国官员都质疑这很难做到，对方也不可能接受。那么以军甚至还爆出来说，强迫巴勒斯坦人去做人肉扫雷。先前有14岁的小男孩讲过，而现在是有当事人直接出面指控，听听他的访问。لما كانوا الجيش فايتين أنا كنت خايفة كثير كنت حاضن أمي سكن الجندي صار يحكي لي افتح الأبواب فتحت الأبواب آخر غرفة كانت يعني كثير ظلام فتت عليها وفوت الكلب وراي جندي حكى له شي بالعبراني صار يشمشم فيه في الغرفة استخدمت كدرع بشري افتح لهم الأبواب就是从狗跟人这些人质，当地的无辜的百姓当扫雷一样，如果炸，就是把他们当扫雷器在炸嘛。所以还有一个更心碎的画面，这是一个民众po上网络在巴勒斯坦看到一个女童，一样是年纪很小吧，了不起7、8岁吧，背上背了一个孩子，是她妹妹。她说她已经没穿鞋子。炽热的天气底下，柏油路走了1个多小时，所以当被摇下车窗问说你要去哪里，要做什么？他说因为我妹妹受伤了，她没办法走路，脚上有石膏，她又被撞伤了，所以她需要去求救，找这个某个公园，据说那里好像有可以医护站，她就这样跟家人失散之后，背着妹妹很残酷的。走向想要找到医疗站来治疗自己的妹妹，这个是在现在加沙走廊看到的常态。被说心碎，可是美国在乎吗？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再度的往这个方向到处往中东来协调当中，但他说美国不希望以色列长时间在黎巴嫩作战，说要敦促停火协议，但目前为止仍然没有看到有机会做这样的。协议的和平的曙光，而伊朗呢，被说以色列随时准备要报复伊朗，不是吗？那伊朗在美国媒体的爆料里面告诉大家，伊朗也正考虑采取多项措施来因应以色列的报复性攻击，包括1000枚弹道飞弹，还有伊朗在这个地区的代理人组织袭击要升级，就是包括了航道的控制，都可能成为他回应的武器。报复在即，《纽约时报》报道的是说。备战状态的伊朗会有一个状况，可能不还手。这状况是什么呢？假设这个以色列只是攻击所谓的军事设施、军事据点、武器库的话，而不是民用或其他的民生的设施，就像他以前在巴勒斯坦那边所攻击的医院啊、学校啦、难民营啊，如果不是攻击这种民生设施的话，可能会不还手嘛？这好像在考试有没有先煎底牌啊？你先这样做的话，我可以就算了。那如果你攻击到太超过，我必须要报复，它有民意的压力。所以沙烏地跟伊朗说邀请要在红海军演这件事情，在这个牛弹琴这个平台群组这个所谓的这个分析里头认为，是因为。沙国邀请的军演呢，在下一场大棋释出了沙特阿拉伯跟也门的胡塞的关系，也可能得到了转变的机会。如果有了伊朗配合，沙国也可以从也门全身而退吗？而沙特阿拉伯的空防，大家观察到，除了有这个美国的萨德系统，还搭配俄罗斯的铠甲，还有更
更其他的这种组合式的，也有中国的沉默猎手这种各种的防空系统3合1啊，在沙特阿拉伯被看到，所以它是组合的各种取消可能担心的空中威胁呢，也代表他担心接下来战事可能扩大呀。那另外也看到了中国大陆的这个驻联合国的副代表耿爽公开的发言，谴责以色列，他还代表中方来强烈谴责以色列对叙利亚境内频繁发动攻击，坚定支持叙利亚政府为了要打击恐怖主义所采取的必要措施。赖教授，当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状况，叙利亚这里被人间炼狱的在屠杀当中，所谓的种族灭绝，不就正在这里发生？是的，确实一直在发生，每一天都在发生。但是我们在新媒体要看到这些加沙地区的惨况是越来越难那很明显的就是有所作为了有一些新媒体的这些机构已经开始把这些消息都经过处理了。所以我们现在最能依赖的就是传统媒体，报纸啦、电视因为电视它封锁不了嘛，所以我们还只能够依靠电视还有报纸来让我们知道加沙地区的惨况，还有黎巴嫩的南部地区的惨况，尤其是加沙。那我们看到加沙地区的这些惨况、这些画面，从传统的媒体、电视、报纸让我们看到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的心里面都痛了因为我们觉得实在是太不人道了，实在是太残忍了，实在是每一天都发生这样的一个悲剧，都违反战争法的这样的事情。我们也都清楚知道，只有一个国家可以制止以色列的军队在战场中这样子一个做法，惨无人绝、惨无人道的做法，就一个国家有能力，那就是美国。可是我们很遗憾的就是，美国不肯做。美国为什么不肯做？我们也都知道原因。那问题就在于美国的政客，他们没有任何怜悯心，没有任何同情心，没有任何跟当地的人类的这种关怀心，而这些政客是过去满嘴都是把人权挂在嘴巴。我们看到了就是如此的虚伪，如此的2个标准，让我们对于美国的政客坦白说是十分的厌恶。对于以色列的军人在战场做这种事，把小女孩推到前面去当人肉盾牌，这种做法是懦夫的行为，我们加以谴责。坦白说真的是看不下去。黎巴嫩的问题是在于以色列，他今天应该是昨天到今天，他又阵亡了5、6个人到8个人左右。前几天阵亡了高阶的军官、上校、中校等这些高阶军官，所以以色列很明显的地面的部队没有他当初想象那么的容易。他本来以为我可以很顺利的就把地面部队打进去，打下10公里、20公里的地区，占领整个黎南地区。可是很明显的不是他想那样，他的伤亡越来越多了。然后联合国还好有勇气，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做了一个共同的一个决议，这40个国家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没有美国的，他们做了一个共同决议，不退，不撤，不管你怎么轰炸，你怎么攻击，他们不退不撤。这样的情形使以色列他不能够为所欲为了，还是有点忌惮，有所忌惮的，因为这些国家说你再来打看看，那就翻脸了。那以色列有所忌惮的时候，他不能够从联合国维和部队所巡逻的地方，他从别的地方打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的伤亡越来越惨重。那他现在开始编一个理由了，说我们已经把那个黎巴嫩真主党的领袖都杀了。那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的部队地面部队可能不会再像过去原来的作战计划那样建立一个广大的一个地区。可是问题是，这个是障眼法还是缓兵之计，没有人知道，因为大家对以色列不信任了。可是以色列很明显的，他知道他要在黎巴嫩的南部要建立一个加沙地区的这样扫平所有的城市，他做不到了。所以他现在能做的是什么？轰炸。可是你轰炸，真主党也反击。然后现在胡塞组织的作战能力比以前更强了，那代表什么？代表阿拉伯世界有很多人看不下去了。这些金主给胡塞出手支援，对，给他更多的资源，甚至有更多的国家给予胡塞组织更强大的武力，所以他能够打到以色列。我觉得以色列这样的一个战争，已经把以色列拖下一个泥沼里面，这个对以色列不对的。以色列，你们的人民那么聪明，你们应该让内塔尼亚胡下台嘛。曹舰长怎么看中东最新的战事？
如果看到最新的报道啊，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时报它的说明，也就是说，以色列的国防军的总参谋长表示啊，他说以色列有可能就在短期间之内决定啊，那个结束与真主党之间的一个战斗。那也就是呢，他讲说，其实他们已经获得了非常制胜的战果，然后而且彻底摧毁黎巴嫩南部的这一些真主党的这些军事指挥体系啊，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和平在望，其实不是。为什么？因为他转变攻击轴向，他开始打哪里了？他开始打叙利亚，他开始打了叙利亚，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他攻击了叙利亚的3个军事基地，以及民间的那个就是一般的城市民宅。那还记得吗？顾立雄，我们的国防部长说：“哎，如果台湾被封锁，这个全世界啊，一定有非常多的国家会出面帮我们声援，不会做事不管。”对，不会做事不管。那现在这件事情，我想请问一下，以色列已经打遍了，从那个加萨走廊一直打到约旦河西岸，打到黎巴嫩，现在打到叙利亚，然后中间还掺杂了打伊朗。请问谁出来讲话了？对，谁出来讲话了？中国大陆出来讲话，而且他说什么？他讲说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对叙利亚的攻击。所以我们这样讲啊，大家都认为很多人会帮我们站出来啊，这个印太战略啊，那个跨的这些国家都会啊，对，他们就是讲一讲话，发一发新闻就结束了。可是真正要付出血汗代价的，都是战事的当地的人民啊。那我们接着看啊，现在其实真正威胁最大的是伊朗，为什么？因为伊朗啊，他现在面对的那个以色列可能要对他进行攻击，可是他有没有反击能力？他是有的啊。我们看到这里，这个就是法塔赫的这一个高超音速飞弹啊。这个高超音速飞弹，其实我们大家看这张图，以为就是一个构型，没有，这里面是2个构型，这是第一构型，这是第2构型啊。这是第一构型，实际上来讲，已经在以色列战场上使用过，所以我们看到这是残骸，比对的当初他阅兵的时候的那个构型其实是相同的。那但是这里还有一个构型，这个构型呢才是真正的高超音速的部分了。那至于说我们讲以色列啊，我们谈到以色列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它是有非常完整的防空系统，的确也是啦。那也就是说，从铁穹、大卫投石一直到剑士2世、剑士3世，感觉上是，可是你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数量不足啊。你现在如果真的这个伊朗实施1000颗的攻击，上一次也不过第一次324颗，第2次200颗，你就已经快要没有回手的机会了。这一次打1000颗，那真的会被打很惨。因为我在美选看到贺锦丽回答问题的问说，对于美国来讲，威胁最大的国家或可能的敌国是谁？他讲伊朗我们看到伊朗是连以色列要报复他都抓了蛋，觉得现在伊朗跟沙烏地阿拉伯联合挡得住以色列的攻击吗？在美国的标准答案要讲中国了，那贺锦丽大事不妙。但是因为美国过去是伊朗要发展核武，所以他在联合国提案2010年然后把他所有的制裁都不让他各国跟他做经济呀，或怎么样的。那伊朗当然被打压围堵了非常久了。那2020年，川普当美国总统要求再延长10年，联合国就没有过了那为什么？因为大家就会同情嘛。你做的这些手法都听美国告诉谁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美国其实他在以色列、中东的所作所为，美国当然要负最大责任他们每天在讲别人种族灭绝。以色列现在所做的就是在做种族灭绝呀，这个其实已经是一个普通常识了。全世界每个国家都知道以色列在干的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可是大家
都沉默了，还好有个联合国的这些多国的这个部队在这边做维和的那个，可是这些毕竟还是少数，而且这些很多还被以色列打死好几个人。那大家看了，现在为什么全世界越来越紧张？就是因为以色列跟伊朗刚好就是中东2个最强的国家。以色列有美国做后盾，从在2009年，美国给以色列的飞弹导弹光这些给他有29000枚让他到处去打。那以色列自己的军工产业本身也非常强，他还可以去销售卖给别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场。那伊朗呢？伊朗因为它有非常它虽然有非常多的那个感觉上不如以色列，可是它这些年来在发展的那个导弹，还有它的无人机非常强，它的无人机都可以低空，然后带着弹去攻击，而且雷达扫描不到，所以它还可以外销。那所以这场战争就被非常多的人就说哇，如果打起来是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怕伊朗现在准备1000枚，说你如果打我要怎么样？这个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我告诉你，就是4月今年的4月，以色列派他的飞机到叙利亚去杀了7个伊朗的高官。你看，那伊朗当然他要有动作他怎么对他自己的国内的人交代？所以他就轰击了300多枚的就是大家就看到说预告之下的，对，在告知但是我打的东西不重要的地方，其实伊朗有点避免冲突。那你现在要把伊朗把它搞到这么火大，对不对？包括哈马斯的代表人家来参加我们总统那个，你就在我们国家把他杀了，我还有什么面子？现在各国很怕的是怎么样？伊朗他如果真的是活下去的话，他把荷姆斯海峡把它控制疯了，全世界的油都要从这里经过。那这时整个世界上的经济都会完全受到很大的冲击。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如果走到这一步的话，其实美国是应该负责任。可是美国在选举，他也不敢讲以色列以色列肆无忌惮，到处杀人，光加沙走廊死了4万多人，其中6、7成都是妇女跟小孩。我们看到了这个画面，只是其中一部分。是以色列他不让这些资讯传出去，他把半岛电视台没收，把这些东西，他就是在做这种很卑劣下流的做法。美国心知肚明。来看看那美国大选呢，10月5号倒数时间马上就要进行投票了。最新《华尔街日报》的民调告诉大家，川普超车2个百分点。最近延续以来在最新的几个媒体民调里面都有这个趋势，川普微幅的领先，或者是在摇摆州都有这样的现象。这个最新公布的47百分比领先贺锦丽的45百分比。还有个题目叫做美国民众对于川普的看法有没有更积极呢？52%的人认为他在任期之内的表现比贺锦丽更亮眼。大多数的民众关于经济议题这个层面，川普似乎是比贺锦丽更有这个说服选民的利多，所以这个正面比负面还多了10个百分比。相反的，对贺锦丽持负面看法的比例呢，却比正面多了4个百分比。他被说，那贺锦丽完蛋了吗？要输了吗？现在真的还不知道鹿死谁手。宾州因此他就要最后冲刺去想办法把这个摇摆州民意给拉回来啊！结果在参加 CNN 的关键摇摆州举办的活动里头，现场回答选民提问1个多小时，都被说语多累赘，哼哼哈哈，闪烁其词让记者名嘴都说大失所望。以这 CNN 主播公开的谈话就，他们主播很厉害，很呛都直接批评候选人，说民众告诉我，如果贺锦丽目标是搞定没有决定的选民的话，告诉你。他们没有把握他办到，所以认为他回答没有办法让选民支持啊。那贺锦丽被问到对比川普是不是可能更强硬呢？7分钟的回答更是闪烁其词，连 CNN 主持人本来是想要让他可以发挥的，结果想不到变得很尴尬。我再问一次，也没有得到答案。所以贺锦丽接受选民的提问的时候呢，被说到底是不是延续拜登政策嘛？他强调自己是我当选不会是拜登政府的延续那什么意思？会有新的观念、新的方法
还有用自身的经验带入新政府，那是在否定拜登吗？那大家觉得你的稳定度就是因为延续拜登政策，大家可以想象的时候，你又去否定你不是拜登政府的延续的时候，就会在这个民意的讨论上、媒体上是产生了很多的质疑跟问号。这也是民调没有办法突破的原因吗？还有川普一直批呀，贺锦丽太嫩了啦哦。如果习近平呢跟他交手，会把他当什么样对待？主持人这样问他，他说会把他当 baby 一样啦。会把他手上的糖果拿走，因为这个小女孩根本搞不清楚状况，就好像是西洋棋大师对一个新手一样。那被说这叫校正回归吗？当时拜登退选，让贺锦丽来代表出马的时候，那个时候哇，一度民意制度非常的高涨。现在叫校正回归吗？那尤其是他对中国大陆的态度也影响了很大的关键。在 CBS 的访问里头被问到刚刚提到的这个到底谁是美国最大的对手？他讲是伊朗。手上沾满了美国人的血哦，当然这不符合其他政治人物的标准答案。而经济学人则说，贺锦丽语气跟比拜登、川普更温和。那对中国唯一的警告是说，如果中国入侵台湾，会面临实质的经济后果。比较起来负面的讯息里面包括了前女模指控川普什么摸骗、乳房、性骚扰好像没什么了不起，是不是？对于美国选民来讲，这个不稀奇了吗？川普或者是性骚扰人品不重要吗？所以川普当选到底对中国利跟不利有各种的分析。那么是不是科技 AI 股会大涨？或者是川普的前官员说中国是美国生存威胁，优先应对，这个才对吗？可是企业界怎么做？它是逆向行驶。像苹果好了 ，CEO 库克特别去探访科技小院，彰显中国市场吸引力，而且整个旗舰店越盖越大，是不是跟民间企业也有不同的刚好相背离的看法呢？戴教授。请求你不要忘了，这个挺川普最有利的，钱给最多，而且亲身全部去动员马斯克，而且对马斯克，马斯克在上海，马斯克在中国大陆的投资不容小觑啊。马斯克的这个特斯拉赚最多钱的还是在中国大陆，所以我觉得一些官员川普的一些前官员都说要对中国要怎么样，可是那些人是对川普没有实质上的直接贡献的。马斯克是有直接贡献的，所以我觉得未来川普到底是比较在乎谁的意见，我觉得我们拭目以待啊。所以有时候民进党当局，你花了很多的钱邀请他们来台湾，讲了一些你爱听的话然后骗台湾人，他们就把台湾人的口袋就捞了几十万美元走了。那些人未来能不能起作用，我是很大的怀疑。不过我觉得贺锦丽的蜜月期确实已经结束了，彻底的结束了，所以现在回到正常。现在回到正常的时候，贺锦丽的空心菜的特质已经展现出来了。台湾也有一个空心菜，但是它可以透过这个讲稿提示器，还有不接受访问不接受访问，根据提示器，那么讲了一堆忽悠台湾民众的话，台湾民众就被忽悠过去8年了。可是问题就在美国民众是不是那么容易被忽悠，这就不一定喽。因为目前来讲，贺锦丽的这种空心菜对不专业，副总统当了4年，快4年了，还是不专业。对于整个这个拜登任内的这些政策，他到底内不内行？很明显的被问的时候，只讲空洞的概念，什么新观念、新政策、新经济，都加一个新就好。但是当人家在问他具体内容的时候，什么都讲不出来，大家就越来越烦了，大家越来越不耐烦了。就是说，你告诉我你的牛肉在哪里，讲不出牛肉来，只讲一个我会有新的菜单，我告诉你我会做成为米其林的2星级、3星级的菜。人家告诉我说，那你要怎么做3星级的菜？然后呢？3星级的菜，那这个大家听了就烦了嘛，因为赘词很多，然后都讲空洞的话，大家受不了了。受不了的时候，你看他的这么重要的一场宾州是摇摆州宾州过去，而且宾州也是这个拜登的家乡宾州是兵家的必争之地啊。但是很明显的，你可以看到他在这个地方失分失大了。这次的民调出来，对于这个贺锦丽来讲是非常的不利哦。摇摆州对他的民调也出现很不利的一个情形。那这个情形下，我们看到川普就乘胜追击了，川普重新把话语权抓回来了。本来贺锦丽上来的时候，你想想看，那1个月川普讲什么话没有人理他，
也上不了版面。现在川普的放言高论，他又在新媒体，又在自媒体，又在这个新闻的版面中，他越来越多的出现，这代表什么？整个新闻热度又回到川普身上，随便说话都有新闻，这不得了啊！美国选情诡谲啊，不知道最后结果是如何，当然都密切的影响着台海的发展。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大选影响全世界，那么大家都在看最新的几个民调数字，都告诉大家，川普似乎都在领先当中，要当选了吗？小舰长怎么看？我们来看啊，最新的这个《华尔街日报》它所做出的民调啊，那如果说刚刚没有听清楚，我们主持人念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图啊，那也就是我们看到这红色的就是川普，那如果蓝色的呢，其实代表的就是贺锦丽。那其实这个也就是我们在去年大选的时候一直在吵那个正负误差2.5个百分比，其实他这一次已经直接做出来了，意思也简单的来讲，现在川普49%，贺锦丽46%，那才从这个里面呢，我们看到的只是一般的一个数字而已。那如果说再深入一点的探讨的话，其实呢他对于上一个任期，也就是川普的上一个任期，以及贺锦丽现在正在进行中的任期，我们看到肯定川普的任期的有52%，不认同的48%。那如果是贺锦丽的话，那认同的是42%，不认同的54%。我想啊，这个就是大家不知道他在做什么。那对于这些议题啊，这些议题包括什么？包括移民、堕胎、经济、通货膨胀，以及社会安全，以及那个联邦的医疗保险制度，以及以色列跟哈马斯的处理。我们如果这样看啊，我们看到大部分都是红色的领先蓝色的，也就是大家比较肯定，川普可以处理这个部分，唯一的就是最大的差距就是在堕胎这个方面，川普的看法跟养猫的这个贺锦丽不太一样。不过这个现在尊重个人的一个自主意识啊，当然个人都有可以有不同的一个看法啊。但是我们必须要这样讲啊，贺锦丽更糟糕的就是在这个民调做完的25号，他在宾州竟然一问三不知，这更是证明了什么？证明大家对于拜登政府的背后深层政府的疑虑。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大选看到了贺锦丽跟川普的攻防，那川普现在所面临的可能就是类似性骚扰的质疑，好像不稀奇，打不到他。那贺锦丽反而是自己在政策的掌握度被选民比较不相信嘛？没有错啊，大家可以看到，因为川普是一个怎么样德性的人，大家都知道，他碰到女谋，他一定会做这个动作。可是大家看到了，就不管投他了或不投他了，都知道他就是这样。好，那这个没有杀伤力。那大家在看川普会做哪些事情？譬如说对移民的态度，他是很强悍，对不对？然后对中国大陆他会怎么样？这个东西大家也要看清楚。但是要提醒各位的，川普他如果当选只能当这一届。他在美国的宪法规定，总统不能当3届的，他已经当过1次了。所以川普就比较没有肆无忌惮。那贺锦丽是因为刚开始新鲜，慢慢的就被大家看清楚了。他那些文青的方式，其实现在慢慢让大家看清楚。那清楚以后会怎么样？清楚本来他在摇摆州是领先了5个州，你看华尔街日报，还有前几天的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都已经看好川普，而且是大幅领先了。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一起讨论最新国际国内议题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董之森，董哥。是，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赖岳琪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诗小舰长。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来看看这个最新的消息，当然这个来源我还特别研究了一下，这个影剧的新闻报道来源是谁？说是美国关于情治单位的学者，这个其实来源呢，引述的是谁？是一个相对不是那么清楚的对象。这则报道里面讲什么？他说，在美国的分析里面认为，种种迹象都显示，火箭军已经重振旗鼓了，就是习近平刚刚去视察的这个位置。学者警告，未来是为了将国防圈扩展到第二岛链，2027准备攻打台湾来做铺路。所以这个情报说，2027可能大陆要打台湾吗？奇怪，如果是其他人讲，可能会讲认知作战；如果是美国讲呢，那还是认知作战吗？光是雄风飞弹，这2天在这个演习过后，被说很多的报道说，民间啊各种管道啊，美方说其实已经我们被掌握了这个雄风飞弹的部署位置，在平潭的牛山岛的火箭弹射击400公里可以打到台湾，亮哥认为这个才是共军军演之后最要戒慎恐惧注意的事情。当然，雄风飞弹被掌握，被说可能被秒击毁的时候，可能也是一个反制能力被质疑的一个方向来思考。还有安徽超过250枚的这个公里的东风26，射程5000公里，可以打到美国关岛吗？那这样子的讯息，不管对美国或对于台湾可能产生的影响，那么解放军被说海军越跑越远吗？大陆跟俄国海警一起合作的一个会议上面会晤，宣布会提升远海联合行动的作战能力。那这个其中这次在联合军演 B 里头，我们看到的是海巡相关的对船舰包围台湾的这个态势。那如果俄国跟大陆一起合作，维持的是什么呢？继续进行远海的联合行动，不也是往海警联合的方向进一步在做作战的合作准备？那么中国万吨的大区被媒体形容这叫做吓了一大跳。为什么？因为它会绕过澳洲啊，理论上会从澳洲的侦防系统里面看得到这么大一艘船动55大型的驱逐舰跟一艘动52的这个低的驱逐舰，应该是可以在经过澳洲就被发现才对。结果是不是他走了其他的非主流，不是平常走的这个航道，躲过了西方国家的监控，所以突然出现在太平洋岛国万纳度首都这附近停靠补给的时候，吓到了这个澳洲还有美方，说其重大的军事意义非常的重要，表示在太平洋这里呢，它也有管道或航道可以进到这个区域来，这个也是双方在中美竞逐里头被关注到的。那么还有美国众议院呢，中国委员会的主席突然这个穆勒纳尔有一个公开的喊话，他呼吁美国政府必须要对外投资制度加以禁止名单，是指中国大陆。他说有一些项目必须要严格的禁止到中国投资，否则呢，就避免资助中国，导致美国严重到会灭亡。然后这个灭亡的概念还是说不能够允许中国进行种族屠杀跟灭绝。当然他讲的是新疆嘛，那我想以色列呢就没关系吗？好，俄乌战争还继续在打，被说牵动整个东北亚吗？北韩这么远的地方开部队开到了俄罗斯的战场，那么支援了俄罗斯的战队。那么其中普京公开在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没有否认北韩派兵去驰援的消息，而且都是精锐部队，他没有否认之外，还特别讲要如何执行跟平壤当局的共同防御协议，取决于俄罗斯。他当然在南韩这里引起了非常非常大的讨论，朝鲜的士兵推进到俄乌的边境了吗？那俄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呢，扎哈罗娃还特别用这种戏谑的语言说你们南韩你们朝鲜其他地方是在激动什么啦？俄罗斯跟朝鲜的合作并没有违反国际法，也不会对韩国本身造成任何的伤害或损害。不清楚为什么韩国要那么的激动，因为南韩担心这是另外一种战端的象征吗？那乌克兰很有意思，说打心理战了还录韩文在这个社群平台上录韩文的短影音，温暖喊话北韩军人一起来投降，什么意思？说还影片告诉大家说，有北韩士兵投降了之后，在他们的照顾之下，承诺给予他们温暖的房间、丰盛的3餐，让
他们不用帮俄罗斯打仗，还是韩式料理吗？这个说是心理战，要给北韩士兵的喊话。但这个北韩的动作不断呢，对于尹锡悦来讲，南韩的压力大了，民调已经跌破到了24.1的新低。当然，这个内忧外患，内患就是什么？他太太第一夫人的各种的丑闻案。也一直在发酵，这样的民调对尹锡悦的执政当然影响很大。而辛耶恩分析北韩派兵到俄罗斯的影响跟好处是什么呢？他认为北韩任何的军事干预都象征着一个叫做分水岭时刻。本来是一个被孤立、被抵制的政权，在世界的另一端那么远，刚刚地图看那么远的地方，居然可以发挥作用，派兵过去，不管是提供武器或部队的军援呢，这他认为，辛恩分析认为是几十年来从所未见。尤其是北韩，他的军队有120万人，在世界是排名第4的。这么大的一个军武的国家，如果主要缺乏的是实战训练的话，实战的经验的话，那么这一次到俄罗斯的好处就会是获取战场经验跟技术训练，包括他们武器的运用的情况，也可以得到最真实的情报，被认为可能是练兵嘛。那当然，如果在南北韩之间有任何的冲突的时候，就会是未来的利器跟资源嘛。董哥，我们先看看在2027，这个报道说可能会攻打台湾，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这样的言论怎么看呢？你可以看到，其实美国的空军大学2年前呢，他们就曾经做过对中国大陆的火箭军的一个研究，还出一本专论了。那当然，火箭军我们知道，他这2年因为他那些最高的长官都腐败，一个一个被撤换，所以习近平17号他自己到安徽这个地方叫池州就在黄山附近，那他去看这个610那看了这个部队他其实就在提振这个部队，就是说我现在重新开始。那这个其实是被香港的媒体先报道。他说习近平那个可以看到桌上的那些火箭军的相关武器的模型，那他们判断说他其实看了可能不只是一般的武器啊，那应该是东风的26那东风26是怎么样呢？它可以到5000公里可以涵盖到美国的关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习近平有那种震慑就是美国的意思啊。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就最近的那个台海其实它的不平安，就是我们知道联合利剑2024B 那时候，然后平潭又有一个演习，那平潭其实就是当初施琅在这里练兵来打下台湾，帮康熙大帝打下台湾郑成功王朝灭亡了，其实就是先在平潭演练。那它是福建的一个大岛，我去过了那大家可以看到，所有这些它其实令人不寒而栗，对不对？但我们台湾没有太多感觉所以中国大陆它2面，一面联合利剑是针对台湾的一个包围这个其实我们的海军司令唐华早就讲了，这就是一个蟒蛇战略嘛把你圈起来。可是来捆绑的它是海警它主要是海警的那个你感觉上没有像军人那样的那个对不对严格，可是他的海警的实力是比一般国家的海军还强很多他就这样，所以火箭军震慑美方这里，还有大家都记得有一枚弹打去夏威夷，那时候引起世界上的紧张，他也不怕你不怕你拦截，不怕你来研究他的系数，什么都不怕。所以中国大陆在这方面，他现在把这些展现出来的话，对美国来讲，它其实有非常大的威胁。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一波，我们民进党的政府国防部这几天请媒体去澎湖看了我们现在有个镇江的演习这各位如果注意，我们最近各电视台各媒体都在报道我们的澎防部的那个机械部队就开始了看到了我们的战车还有甲车然后开始风击了一些弹，很好看打了32000发的飞弹的弹跟的那个的炮弹跟那个子弹或怎么总共打了32000发，很多媒体拍的觉得也很那个那这个当然我们对于自己的海疆防护是有必要的，但是这种防守它其实是比较传统比较传统，就是假设他们从过去白天来，现在如果从晚上来，那攻击我们的，我们设想的最主要就是无人机，
还有民间的渔船。我们设想他如果这样先拿下澎湖，你没有听亮哥在讲，如果台海发生战争，第一个被拿下来是澎湖啊。好的，现在很多媒体都引用啊，那澎湖最好拿，澎湖最好拿。好，那澎湖当然它有一个特别的意义，澎湖是民进党在执政啊，是不是？我把你拿下来，这个岛很容易拿，所以澎湖展现这个，当然它是要跟平潭的那个演练来做一个分庭抗礼。可是你如果去审视双方那种武器，其实你会觉得说好像不太对等，我们可能很不太容易去防守得住。但是至少我们有展现我们守备的一个实力，或者我们守备的决心、企图心。戴老师，如果说大陆2027年要攻打台湾的话，那现在是2024年的年尾嘞，那25、26、27就到了，2028大只剩2选年多哎。对。只剩2年多，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赶快该逃的逃，该跑的跑，该那个自产的重新自产的自产，该卖掉台湾的家产的卖掉台湾家产，移到海外去避战啊？我就觉得想太多了，美国人也想太多了。为什么？你说第一岛链啊，说大陆要突破第一岛链，要进入到第二岛链，这个理所当然嘛。为什么？因为大陆要为了自己的国家安全。怎么可能容许你美国把你的武力放在韩国、放在日本、放在菲律宾来瞄准中国大陆？那相对来讲，美国允不允许中国大陆把它的武力、军事基地庞大的空军、海军、陆战队、陆军的军事基地放在这个委内瑞拉、古巴，然后放在多米尼加、尼加拉瓜啊，全部都围着美国旁边，然后呢？美国能不能接受？我们只问嘛。当然不可能。美国不能接受，那中国大陆为什么要能接受？以前你弱，中国大陆弱穷，那无可奈何嘛。现在大陆已经强起来了，他为什么要接受？我就觉得很奇怪。你可以做，我不能做。你在这里威胁我的安全，那我当然是不让你威胁安全嘛。这个就是为了中国自己的国家安全，他首先要走的第一条路。第二条路，台湾的问题越来越好解决。很多人会觉得说台湾的问题越来越难解决，我说不对，台湾的问题越来越好解决。我们就举一个例子，2022年现在2024，大陆的 GDP 大概是18兆美元左右，那台湾多少？7000多亿美元。大陆的一年经济成长5%来做计算的话，它一年的经济成长就增加了9000多亿美元，比你台湾的全部的总额7000多亿美元还多1.18，快多1.2个台湾，每一年可以赚下一个1.2个台湾，10年以后就赚10几个台湾了，快20个，快11、12个台湾。换言之，也就是说，时间完全站在大陆这边了，大陆只会越来越强大。财政越来越宽裕，军队的能力越来越强大，不会越来越弱，只会越来越大。而且大陆会比美国还富，比美国的财政收入还多，比美国的国防的经费还要大。那这个情形下，要解决台湾的问题，其实越来越容易，就是把你美国影响到中国的国家安全的力量全部都扫除，台湾还跑得掉吗？根本就跑不掉。这第一个。第二个，我就觉得很奇怪，你澳大利亚的海军，你的船跑到台湾海峡来转来转去，大陆的船不能到你南太平洋，这个说得过去吗？你澳大利亚才6万多个军人，你都把你的船舰跑到了台湾海峡，那大陆的200多万的军人，他把他的一艘船跑到南太平洋，没有到你家门口对你已经客气了，我都觉得我想不通，你跑到中国来。中国跑到你家去，你就哇哇叫所以你的意思是白人可以到我家来亲门踏户，我们黄种人就不能到你家来礼尚往来？我觉得没有这个道理，这个站不住脚的。所以我很明显的看到，这个都是白人为主的这种白人优越感的主义在作祟，这是不应该的。尹锡悦的民调支持度低，那是想当然了嘛。内政搞不好，外交搞到现在朝鲜都跑去俄罗斯去了，我觉得。尹锡悦，你把一个自己的国家的处境安全搞成这个样子，你还想获得韩国人民的支持，想太多了。尤其跟拜登是战队最密切的，拜登现在准备卸任了。小舰长怎么看北韩到俄罗斯参战这件事情？北韩到俄罗斯去参战这件事情，其实早就应该可以预料到。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其实很早以前就发现了，在乌克兰的战场，其实已经发现有他们火星11，也就是 KN-23的残骸存在啊。那这个残骸上面是有写韩文的，是那南韩不会做这个火星11啊，那就一定是北韩提供的，而且其实还有另外照片可以证明啊，这就是金正恩他去那个试导这个KN 那个23的这个飞弹的一个工厂，我们看看这两个它的一个结构是不是在跟乌克兰战场里面捡来的结构一模一样。那另外啊，我们讲到现在大家很喜欢热议啊，也就是熊2、熊3飞弹在花莲其实被对岸的网友啊所那个一一的解谜。其实呢，这个解谜并没有很困难啊。那也就是说，其实呢，当我们公布了这些照片，其实当初大家的意思是要做什么？其实是要做大内宣的啊，也就是这一张照片啊。是要做大内宣的哦，我们都已经对，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尽在掌握啊！什么尽在掌握？我们来看一看，同时联合利剑 2024B 的状况，解放军在东部战区，他们的雷达布设好之后，立刻拉伪装网，我们的有吗？没有，所以你就是自己暴露。而且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另外一件事，现在的作战讲究的是 data link， 可是我们对于 data link 的掌握，或对别人对我们的 data link 的干扰，到底有多少的了解呢？其实不了解。为什么？这一个雷达，这个其实不是雷达，是干扰站。那这个干扰站就是专门干扰 data link 的部分了。那这一次也出现在东部战区里面。意思是什么？我们一天到晚讲说这个无人机啊，现在有说，哎呀，我们的那个做的这一个测试的水下平台也是可以作战的。我请问你有看到声呐吗？没看到啊。另外，我们刚刚讲到东风26啊，东风26它的真正的射距，这是 CSIS 那个，也就是我们的绿媒、我们的台派最爱的这个智库啊，他自己讲了3000到5500公里。那以它的这个距离，关岛在这个位置啊，现在常常讲的天宁岛也在这个位置啊，你根本就是被涵盖啊。那而且呢，这一次的这一个飞弹，其实如果内行人就会发现，它其实真正在展现什么？核常兼备，海陆共打。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家看这个，大家都只看中间的习近平，你有看到上面的这一个飞弹吗？它这上面为什么每一个标注的通通都不一样？为什么？这就是一种防呆机制。它各种的标示，就是告诉他的官兵说什么样的弹头它是什么样的标志，要攻击什么样的目标要用什么样的标志。但是我相信台湾有很多人不觉得这个东风26有什么稀奇的，那我就再拿出证据出来。这在2019年的6月29号进行的测试，这个比较长的就是东风26，而且这件事谁证实了？就是当时时任印太司令的 Davidson， 他证实这件事，而且他说那个靶标是有航速的，不是停在那边打的，所以台湾不用担心这个，因为台湾真正的威胁是火箭弹。哦，是吗？